美军如果说是要对伊朗发动攻势来讲的话，第一个打击的可能就是用它的所谓战斧巡弋导弹哈，这个它现在来讲在海上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可以说是加大号的航母战斗群，因为它虽然说只有一艘林肯号航空母舰，但是它周边的包括到驱逐舰来讲有10几艘哈，所以它同时可以发射几乎是上百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那瞭望者1号刚好可以扮演这种角色，你如果战斧巡弋飞弹发射出来，那你的所有电子参数瞭望者1号都会收集到齐，就美军来讲就很严重的泄密。今天中东情势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出手了吗？因为今天有一个最新消息是传出来说，包括大陆的055大区还有瞭望1号都现身在伊朗。那看到目前的形势，川普则是呢急调了他的 F-35来驰援壮胆吗？现在根据了解，爱国者飞弹也做了机动部署，难道他要化攻为守，还是化守为攻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来看到现在美伊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中国大陆这个时候的角色是正式的出手吗？海军突然间派出了一支不寻常的远洋军队。我们特别来看到的是，难道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要掌握西方的情报站来帮助伊朗了吗？出动了055大区之外，还搭配了052型的驱逐舰。那么现在呢，是直接已经进入到了阿曼湾跟印度洋北部的海域。还有这个是瞭望1号，这个是被称为大国重器的瞭望1号海上测控侦测船都已经开始做好了部署，外界开始做解读了。这一次中方大动作的部署，难道是要负责监控跟美军还有西方舰队联动的，并且将情报提供给伊朗吗？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真的出动的话，是真的会提供情报给伊朗吗？会不会从这个美中之间的区域战争变成这种大国代理人的战争？李将军怎么看？确实如此哈。伊朗来讲的话，对中国有地缘战略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性，由于是现在伊朗的原油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中国这个也必须要有伊朗的原油哈。因此来讲，我觉得这场战争如果说真的爆发来讲的话，对中国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说万一真的迫不得已，伊朗要封锁荷姆兹海峡的话，那中国对于油的这种输入来讲就会受到干扰。就中国来讲，当然不希望这场战争发生。可是，一边是美国哈，一边是伊朗，中国想要帮助伊朗，但是又不愿意得罪美国的状况之下，所以他派了这一艘这个瞭望1号到这个阿曼海湾这个地方来阻止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瞭望1号凭什么就可以阻止美军攻击呢？我跟各位讲美军如果说是要对伊朗发动攻势来讲的话，第一个打击的可能就是用它的所谓战斧巡弋导弹这个它现在来讲在海上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可以说是加大号的航母战斗群，因为它虽然说只有一艘林肯号航空母舰，但是它周边的包括到驱逐舰来讲有10几艘所以它同时可以发射几乎是上百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那第二个我们知道，它可能采取的攻势包括可以利用它的 F-35战机或者是说在约旦部署的 F-15战机来对伊朗实施这个空对地的攻击。但是这些东西，不管你用战机，你用战斧型巡弋飞弹，你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用电子侦控。电子来监控那瞭望者1号刚好可以扮演这种角色。你如果战斧巡弋飞弹发射出来，那你的所有电子参数这个瞭望者1号都会收集到齐，就美军来讲就很严重的泄密。那当然，你的战机不管是 F-35或者是这个F-15如果战机你起飞，就算你要发射导弹，你一定要用电子来控制嘛。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会泄密。那瞭望者1号在这个地方，对美军来讲的话，就会投鼠忌器、绑手绑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我们知道，俄乌战争期间，那乌克兰初期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对俄罗斯很精准的打击？就是美国提供所谓的相关的影像情报或电子情报给乌克兰。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虽然说大陆来讲，虽然说不用真枪实弹来协助伊朗，可是光用这种无形的战力它可以提供相关的电子情报给伊朗。譬如说是它可以先期侦测到
这个美军起飞的 F-35战机，将这个情资提供给伊朗。伊朗虽然说没有能力这个用战机来做拦截，但是它最起码它可以这个事先提早防范所以对伊朗来讲的话也是不无注意。那另外来讲，为什么要有055？我觉得055在这边所扮演的角色，它倒不见得是要帮伊朗打仗它可能是在护卫这个瞭望者1号，因为这艘瞭望者1号它是一艘无武装的这种电子情报侦察船，它自己本身是没有武装的，但是它出来，它当然要有一艘的这种贴身带刀护卫来保护它的安全。所以很明显的，我觉得055在这边是护卫着这艘瞭望者1号。那瞭望者1号所担任的任务是这个对美军来实施电子侦收以及电子侦察，然后除了提供伊朗之外，那中国大陆也相对的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实际上面收集到美军的所有船舰的不管是导弹或战机的相关情资，这对中国来讲的话，以后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美军也会忌惮于此，可能在出手方面可能会有所顾虑。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可以说祭出了它的瞭望者1号它的目的也很明显了，除了制衡针对美军做这个征收电子的征收之外，另外也提供情报给伊朗2大很重要的目的。那我们也来看看，那美国呢？美国方面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大动作，再加上伊朗部署了各式的导弹，他现在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川普前几天不是一直在喊话吗？说马上会派出第2艘的航母到中东。确实，现在最新的消息，今天来自于早上的最新新闻，五角大厦已经决定了会把它在这个维吉尼亚州外海进行演训的布希号，现在呢会正式的在接下来2周的时间内会前往中东。那么再加上林肯号的话，总共会是2艘航母，接下来都会在中东。另外呢，持续的美军向欧洲增派它的 F-35隐形战机之外，现在有专家针对美国的战机做了一个战力上面的评估。专家认为说，目前部署数十架的 F-15只能够拦截伊朗的导弹、飞弹、无人机饱和攻击。再加上 A-10和10多架的 F-15，他也认为没有办法扭转战局，真的是这样子吗？另外再来就是在军事基地，美军这边也有一个大动作的部署了，在他的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被卫星拍到，爱国者飞弹现在已经从固定阵地转移到机动的发射车了，难道这个战事是一触即发吗？以色列方面政治上面也开始做了施压，纳坦雅胡在11号抵达白宫，本来要说服川普总统，希望他能够去说服伊朗去削弱他的飞弹的，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这个伊朗在会后没有承诺纳坦雅胡，并且他只说了会持续的跟伊朗方面来做对话。一边是美国派 F-35航母，还有他的爱国者飞弹，那另外一边有中国大陆的055大区跟侦察船。到底美国现在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动作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演变成美中对抗的这一场代理人战争？蔡委员又怎么看？这个中国不会去介入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你看看到哪里去找一个战争博物馆让你侦察、让你练习啊？美军摆下了一个航母打击群、2个航母打击群，那么样多的战斗机，搞不好还有轰炸机，还有防空导弹，它摆的是进入战争状态的一个舰队。那中国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来这边收集情报，那就太浪费了所以中国把瞭望1号拉来，055都拉来暂且不管瞭望1号我们要了解到055，虽然大家都是要驱逐舰很大的战斗能力，其实更重要的，它根本就是一个区域防空系统。所以对这一款的话，对方有 F-35，这什么意思？我根本就整天24小时练习侦测 F-35，光这个资料的价值就是无价的。因为平常中国大陆自己还要去弄什么那个F-20啊，主要是这 F-35去模拟不歼35去模拟 F-35，那个再怎么模拟都不到位。现在人家摆在眼前摆在眼前让你去侦查让你去目标去做这种战场管理。这个等于是你解放军的船舰你要自己去做，很强的战场管理。为什么？因为这个动555上面
有一款叫做龙眼双波段有源相控雷达，它就市面都有，架在船上面。这个它可以在500公里里面侦察所有的战斗机，那就测试一下这一次的 F-35逆中战机能够侦察到多少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还有 X 波段的阵列啊，可以导引防空导弹。那还有最重要反导弹的侦测能力。为什么叫反导弹侦测能力？因为它这一次的这个美国一定会发射刚才讲的战斧导弹或什么其他导弹去攻击这个伊朗的什么雷达系统啦，还有什么炮阵基地啦等等。那中国的假设我是挨打的，我怎么去多快的速度可以侦测到美国这些导弹的攻击方式、它的战术，还有它运用的技巧，还有呢，航空母舰一定有潜水艇，这个时候动物也可以侦测水下的目标。你平常到哪里找啊？找美国的潜水艇啊，它有些一定会跟着来，而且就在附近。那你看你能不能找得到？所以水下的反潜跟侦收能力，还有电子支援系统、电子作战能力啊，当然这个未必会真的去干扰它，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呢，可以尝试着测试自己的电子干扰系统，所以这个几乎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作战的一个观测的一个对象。再加上它的数据件的能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跟这个瞭望号，或者甚至于我要透过卫星跟北京的指挥部怎么去联系，怎么去管理这个作战系统。是。那如果美军一下子出来了100个目标，这100个目标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决定我要拦截哪几个目标？虽然是模拟的，可是对方是现存的，对，不是你是自己去假装的。这个价值无比来得重要，无比来得巨大，所以他当然要开了好几个船舰到现场来观察嘛。就像说我们有时候在参加什么比赛，到现场看别人怎么打球，有时候比自己在练习更重要。所以我是觉得解放军难得这个好机会，加油。好，所以解放军现在也看到了这样子的机会，未来先做一个侦查，未来是否用在真实的战场上面，我们持续要做关心。那其实呢，现在看到美伊两方现在就在这边僵持不下，其实心中最紧张的还是纳坦雅胡，而纳坦雅胡最新跟这个川普见上了面，他希望能够说服川普，就是对伊朗的动作还是要强硬一点，并且希望伊朗去川普去说服伊朗说可不可以削弱他的飞弹能力，川普到现在还是没有回答。如果美方不介入，接下来伊朗方面会不会自己来做介入？现在是不是美国跟这个以色列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战略分歧了？赖老师又怎么解读？分歧是一直存在啊。以色列是比较倾向于打，美国川普他是比较倾向于用高压、极限施压的方式，最终是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美国也知道。你要把这个伊朗的导弹系统，尤其是中程的弹道导弹系统，全部都拿掉，这个强人所难。任何一个国家，那我干脆就缴械投降算了。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对于美国川普来讲，他目前他所要的重点是在于浓缩铀的问题，做成核武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伊朗必须要承诺你不要做核武。第二个，你的浓缩铀怎么处理？浓缩铀的处理的方式，就是俄国已经开放态度，说如果伊朗愿意，而且是在伊朗的自愿下，他可以带伊朗来保管。但是那是伊朗的东西，伊朗什么时候都可以要回去。可是伊朗的哈梅内伊已经说得很明白，他的浓缩铀是不会出去的。那这个已经摆明了，就是说婉拒了这个俄罗斯的善意。那现在的放出来的讯息是，伊朗同意稀释它现有的浓缩铀，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提炼到60%，它可以稀释它，然后稀释到这个作为核电发电用的。可是它必须要有几个程序，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允许联合国的这个国际组织进来，原子能组织进来监察，这个是伊朗要谈判，跟美国要谈判。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我让到这个程度，那你美国要给我什么？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那对伊朗来说，你美国要把对我的制裁要解除，而不能够加强制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已经有矛盾了，因为以色列是主打
而且是要求的条件很严苛，这个是美国也都做不到的。但是美国是认为我是用极限施压，那必要的时候打，但是如果能够不打是最好，用高压的方法达成我的谈判的目的。可是谈判的目的却跟内塔尼亚胡不一样。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以现在川普本身的强势来说，内塔尼亚胡能够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啊，所以导弹这个部分不会列为谈判的要点，那应该是集中在浓缩铀。不过现在有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2月下旬中俄伊的联合军演，这是常态的、固定的，要展开了，所以中国大陆的船舰开始到位了，这个都是例行的军演，你美国没有权利去阻止，你美国单方面的没有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同意跟授权，你单方面的在伊朗的前面布阵布局，那是你家的事，那是在公海，国际公海，那是你家的事。中国的船舰也到了国际公海，甚至进入到这个伊朗的领海内的话，那是中国的权利。那俄罗斯的船舰也会到，因为他们2月下旬的时候，中俄伊开始联合军演，在这个海域，从阿拉伯海一直到印度洋这个海域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就会牵制住美国的航母跟战斗群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活动，因为有干扰了，有中国的船舰，有俄国的船舰，那对于对美国来说，他就绑手绑脚，所以我个人推断2月份打的可能性已经下降了。是。那等到军演结束以后，打的可能性才又会上升。观众朋友，今天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中东现在战事随时要引爆，伊朗这一回会祭出的，包括它的无人机蜂群，再加上中国大陆的电战系统传出来有做帮忙伊朗做支援，再来就是弹道飞弹，要对决的是美军的航母。中美俄伊走到开火的边缘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注。我们赶快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来自于今日以色列报最新揭露的美军在中东，他说呢，兵力所有的布局都已经完全的全方位到位了。赶快来看到目前美军方面做了哪一些准备。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伊朗则是完全的备战，又准备了哪一些在武器上面的细节。先来看到美军方面，林肯号正式抵达中东，随行的包括了6艘伯克级的驱逐舰，还有2艘的核潜舰，据传也在这当中。而第2艘航母现在呢，更是已经在路上了。林肯号包括它的甲板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布满了各个型号的战机，这当中包括了 F-35C。逆中战机，还有超级大黄蜂等等。另外就是这个林肯号航舰打击群核心的战力，这边根据了解都是来自于多艘满载战斧飞弹的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而五角大厦在此刻也罕见的公布了它的雷射武器正式的进入实战的部署当中了。赶快来看到空中又做了哪一些的准备，包括现在呢，因为情势太紧张了，所以往返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已经出现大规模的避让，还有包括往返黎巴嫩的航班。而西海岸地区也出现说被看到大量的美国跟以色列的无人机在上空做盘旋。那伊朗方面当然完全的备战，不甘示弱，赶快来看到伊朗方面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先是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进入到地下碉堡，在碉堡内说要指挥作战。革命卫队也将大量的悬挂国旗放在他的舰艇上面，推进阿曼湾的周边关键航道，警告川普，伊朗已经随时都准备好要开火了。而现在来自于军事网站，军事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其实就算美军到现在部署了非常多的准备，但是对于美军来说，其实是充满各种的压力的。来看到伊朗部署了哪一些武器让美军倍感压力，包括无人机蜂群预估会做饱和性的攻击，针对不同的航母。而伊朗的导弹一次发射可以达到数十甚至是上百枚，在对于美军来说，拦截是一个事情是非常消耗的。另外，补给线也会是美军的致命弱点。伊朗也公布了射程超过了6000公里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影片，但是未经外界的证实。最后来看到是传出呢，中国大陆为伊朗提供这种新型的电战设备，是可以探测甚至干扰到的是美方提供给伊朗的这一种星链上面的设备。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
大使怎么看了？美军一次推进了2艘航母，还把这个雷达武器全部搬上了实战部署，这是战略吓阻吗？中东这一战看起来是已经完全无法避免了吗？现在这个因为林肯号它也花了大概1个多礼拜啊，这算快，从这个我们中国南海地区赶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伊朗情势还是比较紧张的，地面的情势还是在伊朗的政府还在镇压逮捕这些就是起事的分子啦。那现在情况，伊朗的内部事实上已经比较平和了。那街头的暴乱啊，还有这种大规模的逮捕啊，甚至大规模的这种处决人犯的这种情况，好像也没有出现。因为最初本来说有800个这个犯人抓到的，在街头闹事的或者说跟外界有互相勾连的那被逮到了。本来是按照伊斯兰律法的话，那可能是要处决的。结果呢，川普那时候说：“哎呀，他们跟我们谈了以后这个800个人基本上不杀了。”那所以现在地面情势是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热了。可是呢，周边情势反而紧张起来。那这边很多的报道都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对伊朗实在是高度警戒的。那他也攻击过伊朗好多次。那现在美国的这些大批的战舰都到了以后会不会发动这个直接的攻击？因为有人说这么老远去，除了1艘航母，还有6艘伯克级的舰艇，2艘攻击性潜艇这些的军力是可以掀起一场大战。不过我们没有听说大量的，就是说要这个陆上的战斗人员，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海军陆战队，或者说正规的要登陆的这种装甲部队，好像没有要动员。那也就是说，这场战争的形态看起来可能就是说这种远距的超视距的攻击，那就是用这个空中的武器来对打。那现在我认为美国这个现在要打起来，事实上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架势拉开了，对不对？那个伊朗也已经全面备战嘛，对不对？哈梅内伊已经进入了这个地下的这个指挥中心所以看起来一触即发。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第一个，伊朗他说你打我的话，我也要报复，那很可能是打这个美军的在这个海上的舰艇，还有一个伊朗说要打你附近的美军基地。光在这个附近美军基地，美军可能都是好几万的部队这个地面部队。那美军是不是准备好了？他在附近的这些阿曼湾附近的好些，甚至在沙特的一些美军基地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川普的问题现在蛮多的。那他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 MAGA 派的一些传统支持川普的。最近有一些人跟川普怎么样割席而坐，有好几位，包括一位众议员。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当时支持你的时候，就是你批评民主党滥用武力，在海外参加了一些没有意义的战争，都是民主党啦。所以呢，你当时说你当选以后，你不会再打海外战争。所以当时这个美国在是第一次攻击伊朗跟第2次攻击这个委内瑞拉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就已经退出了，这是 MAGA。所以这个如果是一般民主党人反对的话，川普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可是如果他的 MAGA 阵营的人会说，你当时支持你就是因为你不胡乱用兵，那你现在突然你又打了这个伊朗，那可能会造成他国内那么 MAGA 阵营的进一步被分裂掉，那这是他的问题。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战争可能都要在那个节骨眼上打。那你现在这个伊朗内部的情势已经迟缓的时候，你打伊朗的用意是什么？对不对？你可能有胜算，可能问题就是说你愿意承担你的损失，可是你的出兵的目的是什么？师出要有名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情势虽然紧张。可是我觉得，真的要打起来，对川普来讲的话，那可能是弊大于利。那如果是对他的政治的处境弊大于利的话，我觉得他会很审慎。好，原本川普是说他
在第2个任内的时候，他是不会在海外动武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回看起来是战争一触即发。那当然，川普前提也有说过，他说在2个月，他认为伊朗就可以永和了，所以他们应该要先动手。就看接下来美方的动作是什么。那刚刚其实讲了嘛，伊朗方面则是已经完全的做好备战的准备了，包括启动他的无人机、海跟飞弹都在远端做好了准备。这一种武器能够打败美国的高价值目标吗？干哥怎么看？对，刚刚大使讲没有错，就是说你今天到底要怎么打这场仗？我今天到底是要实质占领，就像沙漠风暴啊、自由伊拉克这种行动，那是真正陆战队要上去的。陆战队要上去，一定牵涉到调动，牵涉到调动的话，就是全球部署，那所有的后勤指挥跟支援都要跟着上去。你现在看了没有？代表说，今天你要干预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坦白讲一句，那你要有非常多的动员。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的后勤有在动员这样，所以你可能要在援引这个去年那个12日战争去修理伊朗，把它的核设施给击毁的话，那现在美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你这次的目标不是核设施，而是想要把哈米尼这个政权给拉下台来。那恐怕需要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你要怎么样去真正？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应该对于大部分伊朗人而言，他们是无辜的。你只是对于神权政府，你想要拉下台来。可是你今天如果不派地面部队，甚至不派特殊任务小组的话，你根本做不到。尤其是你今天派的航空母舰CV-72林肯号已经抵达阿拉伯海，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波斯湾了。那另外一艘可能是罗斯福号 CV-71也会到。那2艘航空母舰他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可以告诉各位，他们如果要派战机真正到德黑兰的话，那直线距离是1000公里，那已经到了战斗机的极限，除非战斗机在空中进行加油，而且不止加油一次。对，所以真正你要忌惮的不是光是这个，你还要稍微退后一点，不能太靠近。为什么？因为伊朗如果真的照他所讲，照革命卫队他所讲，一次恐怕是数十到数百枚的无人机的话，这双方都牵涉到什么？因为像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面已经被证实非常有效，因为他们都支援给俄罗斯用，非常有效。那但是呢，如果说他要攻击在海上的航空母舰，它的航程到得了到不了，那美国呢也一样。怕会被他打得中的话，数百枚群风式的无人机直接进袭在波斯湾上面的美国航空母舰的话，那美国承受不起。大家要知道，美国航空母舰只要中弹，那是全球头条新闻。不要说把它打残了，它只要中了一发，那很可怕。当然，伊朗他们现在有很多宣传媒体，他们甚至挂在那个街上都说，你看这就是美国航空母舰的甲板，已经变成从白色变成红色了。他们那个画的那个漫画还真的很写实。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你可能把它贯穿可能，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打成，那必须至少要数十架的无人机都命中目标才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川普跟哈米尼现在互相对方都在试探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打这场仗。可是我觉得对于川普而言，不打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真的没有一些有效的作为的话，那你上次所建立的美国真伟大的那种概念，你就会被人家打破了。就说原来你去伊朗也不敢真的教训对方，因为他背后可能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所以你也顾此失彼，你会担心，你不敢真正的出手去教训伊朗。这就是川普。他必须要去思考，他接下来他能不能够在他的大国博弈之中真的能够赢得胜利？所以对于伊朗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值得观察的是，只剩下几天了，美军已经到了前线，不可能中途说没事了，对，回来不行嘛，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嘛，你要像以前打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设施一样，今天我也打了哈米尼在革命卫队的德黑兰地下的碉堡。打一次给你看看，你也许不会真的把他给打死，你不能再用 GPU 的57的专地弹对付他嘛，但是你总要做一些
让大家全球看到你美国的决心。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战云密布，很可能接下来会还让大家都要跌破眼镜。好，美军都已经这个武器呀，它的所有的航母都已经走到最前线了，就看下一步川普会怎么做决定。不过，除了要考量自身在军事上面的实力之外，还有就是地缘政治，甚至是中俄在这当中也有角色。那这一次传出来报道说，中国大陆也有寄出这种电战的技术给伊朗，可以阻挡下星链，做星链上面的干扰。中国大陆有可能真的做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支援给伊朗吗？中俄在这当中又如何左右这场战争，或者是介入多少？上这个怎么看？我想这2年涉及到中东伊朗方面的战局，始终都会有传出说中国大陆支援武器等等说法。但到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些消息基本上都是自媒体当中的这些自媒体主所发布的。那我们看，其实最早来说，就2024年10月，当时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部分的冲突的时候，10月的时候，当时就是以色列发射了很多的飞弹。但是呢，就伊朗基本上好像都打下来了，外界都不相信伊朗有那么厉害的，所以就那时候就开始说，是不是由中国大陆提供的防空的这个武器？但事后证明，其实是俄罗斯的S-300跟S-400啦。那当然，一直到现在来讲，特别是单这2天。就又有这个自媒体博主宣称说，在中国大陆有连续56小时之内有16架中国大陆的运输机、大型运输机送去了，没照片哦。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年听到的都没有照片。那但是目前我们传闻下来积累，中国大陆江湖传闻到底已经给伊朗哪些武器呢？首先传最多的就是轰七9B，那当然作为防空性的系统，另外还有歼10C跟空警500，没照片哦。好，我们来讲中国大陆会不会给伊朗武器？我觉得从这些欧美的外围自媒体之外，我们也来看看在中国大陆里面有没有一些自媒体博主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呢？其实很少。虽然也有人说可能有，但是那种暗示性的部分东西都比较谨慎，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中国大陆对于这方面的内部控制的消息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像消息走漏，只是中国大陆的里面的网友们也很爱猜，我们的武器那么厉害，怎么不给伊朗呢？但是各位要知道在反对美国的阵营里头，在全世界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再来最近有巴基斯坦，主要是这几个国家有生产厉害的武器，供给那些反美或非美阵营的其他部分国家。所以伊朗自己本身就是生产武器的大国，大家不要忘记。像过去伊朗的无人机，如果不是在乌克兰，大家发现俄罗斯怎么有那么多伊朗无人机，外界都还不知道伊朗的无人机已经可以自己做到厉害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到底中国有没有支援，有没有具体给？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我认为以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包括中国跟伊朗之间，还是没有像比如说跟沙特啊跟等等那么样的紧密，最多应该是防御性的武器为主。因为防御性的部分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所以现在这种认为，我现在大家都在传闻，主要也是敲碗啦，希望中国除了印巴这个空战之后，让大家看看有没有很厉害的，特别是电战技术，有没有一些体系化作战的，让伊朗可以把以色列或美国打得落花流水。大家也看到中国的新的武器的厉害，毕竟18战争已经快1年了所以主要的原因是敲碗。我想，节目一开始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要聚焦现在中东的战火又要再度燃烧了吗？美国总统川普他又在放话，他说呢，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因为美国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现在正在往伊朗来进发了。那么川普会这样讲呢，其实已经代表了美军想打伊朗的这个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并且模拟出了2套的攻击剧本哦。我们来看方案1是所谓的有限打击，主要是针对这些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所在的军事设施做如这个手术刀般精准的力量去打击，那重点是削弱他们的军事力量。方案2呢，就是要把场面闹得更大，决定性的打击就是发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要把伊朗现在的政权整个翻掉，不翻掉呢就不罢休，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好，2种方案呢要来实施都离不开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航空母舰打击群。所以我们也观察到林肯号，它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后呢，它偷偷关闭了它的定位发送器。所以说，现在林肯号整个航母他们是处于一个隐蔽的航行模式。这也是以往美军在进入到备战状态时呢一贯的模式，而它所上面搭载的 F-35这个逆踪战机也会是这一次如果要空袭伊朗呢必不可少的一个空中力量。
除了 F-35之外呢，美军的海外基地还可以来帮助啊，包括了 F-15E 啦，还有部署在其他更多地方的这些空中战力，都可以来做一些联合的支应。好，一言以蔽之呢，就是现在美军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动作，我们看到，不管是明面上的、明面下的，都已经是这个蓄势待发的感觉了。这个箭呢，马上就要发出去了。那依照过往的经验，川普他授权的进攻绿灯，这个周末有没有可能就放行了呢？我们先请张教授来做分析。我们可以看，这林肯号航空母舰到位了阿拉伯海，然后它的一些相关的，包含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 F-15E， 如果都到了中东的美国驻军的基地停火之后，我认为一切到位了，它就可能对伊朗开始动手。那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有2个关键因素你要到，第一个空中预警要到，E3跟美国林肯号航母舰属的 E2D， 这个2个都要起来，因为没有起来，没办法做空中管制，可能有时候会造成误击事件。是，那这个就非常重要。那这2个没有到位之前，我认为还动手的可能性还没有，因为要空中。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KC-135空中加油机，因为这个航空母舰不可能太靠近伊朗，因为否则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飞弹会对航母的打击群实施威胁、实施攻击。那它会在它的这个飞弹有效射程一个安全的距离，那这个时候就要空中加油机了。因为空中加油机 F-35也好，或者是咆哮者的战机起来没有经过空中加油，可能在返航油量会不够。所以我认为这2个空中以及空中加油机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施攻击。攻击的方式如何呢？我认为外科手术式。上一次的时候，在1月3号对委内瑞拉实施马杜罗实施这个类似斩首，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纽约去准备这个审判了。对，那我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式。那它的进行的步骤要有4个。第一个，一定要电磁制压，电磁权一定要先强调，对伊朗的防空飞弹电磁制压住，那这时候这就可以获得了电战的优势，才会有第2步。第2步，我认为美国会发射战斧巡弋飞弹。所以它这航母打击群为什么要过去？因为它的提康德洛加级的飞弹巡洋舰，以及它的我们所讲航空母舰的飞弹驱逐舰，还有护卫舰里面有战斧巡弋飞弹，这个就是对它这个伊朗的重要的雷达站的关通系统、重要的指挥所先做第1级破坏，因为这样子的话，美国才可以掌握空优，先把它的关通系统跟防空飞弹阵地先做破坏。第3步骤才是派战机进入。那派战机就分有2股兵力，第一个 F-35负责制空，因为它逆中战机，空优交给他。F-15负责对地打击重要的目标，因为这些相关摧毁完毕之后，美国经过人造卫星的战果征兆，还有哪些要继续要摧毁，还有哪些重点的目标要继续实施制压，这个时候交给 F-15E， 那 F-15E 就准备过去进入这个伊朗的境内来实施渗透性、穿透性的打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外科手术式。那会不会有地面部队进入呢？我认为还不会有地面部队，因为地面部队进入的话，会造成美军的伤亡。因为这一次在1月3号的委内瑞拉，美国地面部队从来没有动过，就达成了外科手术式的斩首战，把马杜罗抓走。那这一次的话，它最重要的是对伊朗的高层、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以及哈梅尼他的宗教领袖，我认为他会实施外科手术式的这种攻击。然后最重要的是情报掌握，所以我要认为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系统这一方面可能有情报分享的机制，那会把详细的位置经过以色列的掌握，然后告诉美方，美方实施动手，这种可能性最高。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最后面这一次最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F-15，因为它是我们讲的炸弹卡车，因为它上面炸的非常多，算是个轻型轰炸机。对，这个也有上一次的话，还有历届都有战果。然后我认为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标应该由 F-15E 来做担纲，然后把其他的还没有摧毁的这个伊朗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设施来做摧毁。所以我们一看，这是一个有限的战争，不是无限的战争，而且是外科手术的这斩首战。那至于斩首会不会成功，他们会不会藏匿这个9地之下，进入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碉堡的指挥所里面，让
美军没办法做掌握，或者是就算掌握它在那个地方，但是没办法摧毁它在地理之下，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国会持续掌握到后续继续用兵的姿态，会给伊朗在军事上极限施压。伊朗呢，我们知道内部的这些抗威、游行、抗议、示威，那这个方面都还活动不断，换句话说，伊朗会面对内外的压力。是，那未来会不会造成它这个内部政权非常大的这方面的威胁？我认为会产生，变成也类似的这个里应外合，让伊朗政权在这方面可能会倾覆的可能性如何？我认为非常值得观察。是，好，刚才张教授给我们提出了2个观察的重点，就是电的这个预警机还有加油机，这2点一旦到位呢，美军这个手很快可能就会打下来了。好，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啊，换作是谁啊，当然都会怕嘛。但是伊朗啊，他们也不好惹。像是武装的部的发言人呢，就警告川普，如果有人胆对我们的领袖伸出侵略之手呢，我们不仅会砍断他的手，还会让他们的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哇，你看这话说的很强硬哦。而且伊朗的这个武器库真的能做到这样的底气吗？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哦。伊朗虽然去年呢在跟以色列的对轰中消耗了700枚的飞弹，不过呢，他们在美军的估计下，可能还拥有3000枚以上的各类飞弹，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法塔赫的超高音速飞弹啦、流星3型的弹道飞弹等等，而且射程呢是可以覆盖到2000公里的，整个中东都在射程范围之内。而且日前完成了这个试射啊，有这个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飞弹哦，也是试射成功的，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哦，这个大家伙。那我们都知道呢，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也都对伊朗有一些飞弹的资源，我相信这也是美军所忌惮的。那好，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军很积极在部署它的 Golden Dome 它的机穹系统，但是在机穹系统都还没有建制完成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像这位伊朗发言人警告的，你打我，我就让你美国陷入一片火海，防御上做得到吗？美军可以防得了这个伊朗最可能的反击手段大概是什么？来，将军。我们讲了这个美国虽然拟了2套攻击伊朗方案，第一个是有限打击，我认为有限打击它没有效，在去年6月份已经证明过了嘛。美国跟以色列来讲，对伊朗这个持续的空袭了12天，但是虽然说是也可以称之为有限打击了，但是它现在一样依然又壮大起来了，所以有限打击是没有效的。第二个来讲，决定性的打击，我觉得它做不到。为什么美国做不到呢？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那你根本做不到。你光想要靠空中的力量屈服敌人的意志，或许对一些国家你可以做得到，但对伊朗这个国家，你光靠空袭是屈服不了他的意志的，因为他有很强烈的这个宗教的思想在里面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地面部队进去，做不到。那这一次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准备了大量的导弹。美国跟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战略观念还是传统的空中的空袭制空作战，或者是地面的武力攻势作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来讲，都有强大的空中以及地面攻击的力量。但是伊朗这一次给我们示范一次什么叫做导弹作战，我称之为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它虽然说它没有很强的空中武力。水面的舰艇或者是地面的作战武力，可是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导弹，那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就是不对称的作战，它一样可以对以色列这个距离1000多公里以外的国家来用导弹来实施攻击。去年6月份它已经证明了，它确实是你的拦截力道后续。去年6月份之后，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拦截，那个感觉上面，它的拦截率已经降低了。那以色列自己有好几个重要的设施都被击中目标。那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它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重要军事基地，包括卡达尔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包括在巴林的第5舰队这些都是在伊朗的导弹射击范围之内。那如果说美国自己也知道担心了，他现在开始将这些基地人员做一些撤离，可是这个你能够跑得了庙，跑不了这个和尚可以跑得了但是庙你跑不了。如果说伊朗一旦对你这个基地设施实施打击，那你一样会遭受很重的损失。尤其是这次伊朗它号称它有一款的新型的导弹，洲际导弹，
射程可以到达1万公里。我们不论他是不是吹牛，但是如果说他已经讲出来的话，那确实可以对美国实施攻击。当然不至于对美国全国造成一片火海，可是他只要找到以美国这种，他只要老百姓哦，他的几个主要城市遭受到1枚的导弹攻击到，我觉得对美国全国的政局来讲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哈。更遑论这次如果说伊朗已经准备了将近3000枚的各型导弹，我觉得这个不是吹牛，可行性是很高，因为去年6月份之后。我们就听到哈，伊朗大量的进口硝酸铵这一类的这个导弹发射的原料哈进口，然后中间有一次还发生过爆炸，那可见它在大量的存储以及制造这些弹药。但最后我们要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哈，它最大的武力是什么？是革命卫队，它不是国防军，国防军武力不强，但是革命卫队是真的是有战力的一支部队，而且是有宗教思想的一支部队。那如果说你贸然跟伊朗开战，你第一次没有办法将它这个实施斩首定点清除之后，那后续来讲，那会不会他跟你来一个鱼死网破他这所有导弹一股脑的往以色列砸过去，往你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砸过去，那当然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造成很大影响。大家不要忽略了，这次以色列纳坦雅胡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他准备承受住700枚的导弹的攻击所以说纳坦雅胡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这把火打起来的话，以色列势必会遭受到将近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当纳坦雅胡是说，我就算我承受700枚的这个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可以将这个哈米内伊这个宗教政权铲除来。他觉得还是划得来，所以从他以上讲这些话，你就知道以色列如果这场仗一打起来，他一定会遭受到攻击。当然，只是说如果说你以色列承受住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后续的可能就不只是军事上的问题而是国内的政治局势。以色列老百姓可不可以接受？还有美国，还有国际的战略观点、地缘政治上，如果说这个当这种导弹确实发挥它这个所谓不对称战争的这种效果之后，那对于全球的后续以后的战略想法会不会改变？哈，对于整个地缘战略会不会有重大的改变？这才是觉得更加以深思的。但是我讲一个结论。我认为美国不敢贸然的动手，还是不太贸然动手，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对伊朗打下去了，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呢，可能就要先挨打。不过，总理纳坦雅胡也已经做好壮士断腕的决定了，说我愿意承受700枚这个飞弹的攻势，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个哈米尼的政权铲除掉，他认为是值得的。可见中东局势现在已经很接近一触即发的状态了。不过开战前呢，川普也再次强调，他将对跟伊朗有往来的一些国家加征25%的关税，并且是很快就要生效了。可见啊，美军要飞弹跟这个经济武器啊一同来发难。那当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嘛。而如果美国真的等手让哈米尼政权垮台，势必会扶植一位亲美的领袖上去做这个政权的交替。那么长久以来，对中俄两国在中东的布局会有什么非常重挫的严重性吗？还有这么多年来，伊朗人民已经习惯这样政教合一、这样神权政治的哈米尼式的这样的洗礼呢？如果这个时候伊朗社会的最大群体换老板了，换了一位亲美的领袖，在这个情感上能够接受吗？杨老师，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格陵兰、黎巴嫩，伊朗也不是伊拉克。美国要在那个时候打伊拉克战争，都是出动地面部队。那当然，现在如果要打伊朗，真的能够一下子取得全面胜利吗？占领伊朗吗？还是说只不过是重点的飞弹的打击，然后呢加速伊朗政府内部的这种混乱，以及它可能走向动荡？所以几个选项都会对美国跟对伊朗跟对整个中东都不同的影响跟冲击。那当然也会对中国跟俄罗斯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说伊朗能够抗拒了美国几次轰炸，其实有点像是延续过去几波的这种情况。那内部的这种就是说那种压力锅会更加的闷烧。那这个东西等待下一次什么时候呢？会怎么样的爆发？不知道。但如果说美国决定真的是要去政权更替，对，那就必须要除了飞弹之外，甚至可能有一些地面部队
或者是说呢进一步进去渗透，然后支持反对的力量。对。可是反对的力量现在看不到有武装的力量，武装主要还是在革命卫队跟他的民兵组织。那有没有可能他们转变？哦，这是我觉得美国在这几十年来大概都思考过，但没有成效。也不要忘记，伊朗还是有很庞大的神权支持者，哦，毕竟这个什叶派的支持者还是很强劲的。是的，所以就算是我们做美国最理想的打算，他在短期之间可以去更替政权啊，不一定他自己美军进去更替，而是里面的内部的政府动乱而出现新的这个政权，他会不会出现一个亲美的政府呢？我个人觉得，愿意跟美国交往、愿意跟美国和解的这个政府，其实这个声音一直都存在。现在的伊朗的总统，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温和派，哦，但是他没有实权，对，因为最高领袖掌控一切。所以如果说这个现在不要讲变动太大的话，现在的伊朗总统如果真的掌实权，他可能愿意和解，但他不一定会亲美，因为他也知道整个伊朗人民的组成，哦，以及伊朗在这里的地缘利益，哦，还有呢，过去和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完全的亲美，你事实上可能造成地缘政治很大的变动。那当然跟过去俄罗斯的战略跟军事关系，跟中国大陆的能源、军事还有外交关系，可能都会随之改变。所以这种变动可能大概不一定是一个新的伊朗政府出现。那我觉得愿意和解、愿意交往也是美国愿意的。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和解交往的伊朗的新政府对以色列也是相对安全的。但前提是如何能够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这是现在美国在思考的。